养生侃侃而谈，健康如约而至。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木子。对于便秘，相信很多朋友都深有体会了。不过一般都不太在意。那木子要提醒大家，如果长期便秘，很可能会招惹3种病哦，别忽视了。第一种，痔疮。如果出现便秘，大家千万别不理睬。长时间便秘会导致肛肠黏膜外凸，静脉回流受阻，严重就会引起痔疮，甚至是肛裂。第二种，结肠息肉。我们都知道，通过排便是可以排毒的。如果出现便秘，体内毒素排不出去，而且还会被人体吸收，这样就可能会诱发结肠息肉哦。第三种，心脑血管疾病。便秘是一件很难受的事情。很多人出现便秘就会有用力排便的情况，这时会导致血压升高，对老年人来说很容易诱发脑溢血、心肌梗塞等疾病，对健康是非常不利的。所以出现便秘问题一定要及时的解决，除了用药物外，还要有一个良好的饮食，多运动，多喝水。也可以试试2种食物，一种是黄苦荞。黄苦荞含有大量的膳食纤维，可以促进肠胃蠕动，润肠通便，对改善便秘有帮助。还有一种是燕麦，燕麦营养也很丰富，其中含有大量的高纤维，可以刺激肠胃蠕动，促进排便，也是缓解便秘的好食物哦。老人常说立秋后3不睡3不做，指的到底是什么？第一个，吃饱了不睡。很多人晚饭吃得比较晚，所以吃饱了就睡觉了，这样很容易给肠胃增加负担，不利于消化和吸收，不仅会引起肥胖，还会导致肠胃疾病。第二个，头发湿不睡。有的人为了早上节省时间，喜欢在晚上洗头发，洗完还没等头发干了就睡觉了，这样很容易引起头痛、感冒的情况，所以大家要注意。第三个，有心事不睡。现在很多人的压力都比较大，所以常常会带着心事入睡，这样时间长了容易影响睡眠质量，引起神经衰弱甚至抑郁的情况。3不做。第一，不吃生冷食物。立秋后天气转凉，所以应该注意保暖，少吃生冷的食物，不然容易导致寒气入侵，对健康不利。第二，用凉水洗澡。立秋后天气还没有完全冷，所以很多人还是会用凉水冲澡，这样也容易让湿气和寒气进入身体，时间长了疾病也会找上门。第三，不剧烈运动。锻炼身体虽然对身体好，但是立秋后大家尽量不要在室外做剧烈运动，要不然超出自己的运动量会给身体造成伤害。所以大家立秋后上面的这几件事，只要做好，才能够保证身体健康，让你秋冬少生病哦。泡脚是一种很好的养生方式，如果每天睡觉前都能坚持用热水泡脚，能够促进血液循环，缓解疲劳，还能够提高睡眠质量，调节内分泌，对身体可以说好处多多。但是泡脚也是有讲究的，下面的这3个误区要避免。误区1，泡脚时间长。很多人认为泡脚时间越长，养生效果越好。其实这种想法是错误的，因为泡脚时间长了，容易使双脚局部血液循环长时间的过快，对心血管健康不利。所以建议大家泡脚时间最好控制在15到20分钟内。误区2，吃完饭马上泡脚。很多人晚饭吃得比较晚，所以喜欢在吃完饭泡脚。如果吃完饭马上泡脚，会影响胃部血液的供给，很容易引起消化不良、腹胀等问题，对肠胃健康不利。所以建议大家饭后半小时以后再泡脚比较好。误区3，泡脚水温过高。很多人泡脚时不注意水温，认为水温越高越舒服。如果这样很容易烫伤脚部皮肤，使血管过度扩张，对健康也不利。所以大家泡脚时水温最好控制在50度以下。泡脚并不是随便泡泡的，如果方法不对，泡了也等于白泡，而且还会给身体造成伤害。所以大家泡脚的时候要多注意，只有正确的泡脚方法才能够达到养生的效果哦。人到中年以后，坚持运动锻炼对身体是非常有好处的。但是很多人会有疑问，为什么我每天锻炼，体质还是很弱，病也没有少呢？首先，可能是你运动的不合理。合理的运动包括运动的时间、运动的方式。很多人选择了不适合自己的运动，运动时间也没有合理的安排。运动时间并不是越长越好，要根据自身的条件适当的增加。每天最好进行至少半小时以上的有氧运动，比如慢跑、游泳、快走、
自行车等，每周5次以上才会有效果。那除了这个，还有一件事比运动还重要，大家可能没有注意，这件事就是补充营养。很多人只是单纯的运动，没有注意通过食物补充营养。如果营养不充足，很容易造成身体营养不良。中老年朋友平时要注意营养均衡、荤素搭配，多补充蛋白质、维生素以及矿物质，这样才能让体质越来越好。还有每顿饭吃7、8分饱就行，可以少食多餐，一天多吃几顿，这样对健康更有帮助。所以相对运动来说，身体补充营养更重要。只有这运动和补充营养相互结合，身体才会越来越好。天这样做10分钟，补肝肾、通气血、安心神，一整年健康不用愁。动作1：端坐在垫子上，两脚脚心相对，腰背挺直，用双手抓住脚尖儿，膝盖尽量的贴向地面，然后双腿有节奏的上下摆动。每天练习10分钟，这个动作有很好的疏通经络气血、排毒的效果，经常练习对身体有好处。动作2，这个动作比较简单，就是盘腿静坐，相信大家都会。那全身放松，两手放在膝盖上，这样静坐10分钟，有很好的静心安神的作用，坚持下去对身体健康也有帮助。动作3，也是坐在垫子上，将两腿向左右两侧分开，腿部伸直，脚尖回勾，然后弯下腰，用双手尽量的去抓左右脚的脚趾，这样坚持1分钟，回到原位再做。每天练习10分钟，这个动作可以拉伸肝经和肾经，有很好的补益肝肾的作用。秋天是养生的好时候，大家不妨坚持做做上面这3个小动作，有很好的强身健体的效果。人过半百是健康的转折点，不管男人还是女人，这时会有3道寿命坎，若你跨过去，或许会迎来长寿。那下面我们就来看一看。第一个坎儿，关节病。当人过了50岁后，骨骼中的钙质会逐渐流失，这时很容易使人出现骨质疏松、关节炎、风湿病等，对寿命大打折扣。所以50岁后要养成好的生活习惯，多运动，这样关节健康，人也容易长寿。第二个坎儿，血管疾病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人的血管会老化变硬，这时很容易出现心脑血管疾病，尤其50岁以后，更是心脑血管疾病的高发，对长寿有很大影响。若50岁后血管还非常健康的话，那么长寿也会跟随你。第3个坎儿，肠胃疾病。年纪大了，肠胃功能也会逐渐下降，如果再不注意饮食，很容易出现肠胃疾病，危害身体健康。所以50岁后要养护好胃部，养成良好的饮食习惯，多注意补充营养，肠胃健康，人才能长寿。所以当然过了50岁后，一定要多注意保养自己，多补充营养，适量运动，保证充足的睡眠和一个良好的心态，有助提高身体的免疫力，预防疾病的发生。男女这个地方颜色越深，说明血管堵得越严重，要引起重视。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舌头，大家可以观察一下自己的舌头。正常情况下，健康的舌头应该是粉色，没有异常斑点的。但如果舌头上出现瘀斑或者是呈暗紫色，就要小心，可能是血管淤血导致血液中的含氧量逐渐降低所引起的。如果出现这种情况，同时还有心慌气短、失眠多梦、头晕、头痛等症状，可能就暗示你血管堵塞了。而且舌头的颜色越深，也就可能血管堵得越厉害。如果再不注意，很可能会引起心脑血管疾病，对身体造成很严重的伤害。所以大家没事的时候观察一下自己的舌头，如果发现舌头颜色变深，最好到医院检查一下。平时想要预防血管堵塞，也要注意饮食，以清淡为主，戒烟戒酒，没事多运动，这样对血管健康有。我们都知道，很多男性在同房前都要洗一个澡，而有些人在同房后也会洗澡。那么男人结束后多长时间洗澡比较好呢？如果同房后立即洗澡，很可能会给心脏加重负担，引起心慌、胸闷、气喘等症状，对健康不利。所以建议男性朋友结束后休息一段时间，等心情平复，身上的汗褪去了，这时再洗澡会更好。除此之外，还有2点需要注意。事后抽烟，
很多人在事后会点一根烟来抽，认为这样可以缓解疲劳，让精神状态更好，却不知道同房后大脑是处于兴奋状态的，身上的血液循环和心跳也比较快。这时如果吸烟，对身体的刺激和伤害是非常大的，所以男性朋友要注意，事后马上上厕所。很多男性在结束后会马上去小便，建议大家不要这样做，因为这样很容易给前列腺造成伤害。建议男性朋友休息一段时间再去厕所会比较好。好了，本期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大家还想知道哪方面的养生小知识，可以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，我们会在第一时间给大家解答哦。